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一桐蓝裙白马大片出圈，戳破娱乐圈氛围感人设，她到底冤不冤？在一堆明星精修图里，李一桐这组梦幻蓝加白马的大片一出来，我第一反应是，娱乐圈这套氛围感人设真成标配 KPI 了呗。说实话，这几年看女明星写真，我已经有点视觉疲劳了。什么人间玫瑰、清冷白月光，一水的滤镜墨皮，统一妆容，换个头能直接套用的那种模板。可这次它这个渐变蓝背景，清透的跟海底打光似的，再加上黑长直被风一吹，我还真愣了一下，觉得有点意思。黑色抹胸裙那组，挺典型的氛围感配方，冷色调灯光，线条感布景，再把它那点眉眼的疏离感放大，配的那个边绳花艺，乍一看像从装置艺术展上借来的道具，既不像传统花束，也不是那种土味花墙。我觉得吧，这种细节就是给人一个暗示，咱不走土田路线，咱玩的是高级感。而他靠在白马身边那套白裙碎花造型，一下就揉下来了。白裙飘着，碎花点点，整个人往马脖子上一靠，眼睛一垂，特有那种安静乡村少女的味儿。但你细看，这个乡村是完全城市人想象出来的那种，干干净净，没有蚊子，没有泥点子，全是滤镜里的田园生活。骑在白马上的粉色缎面裙，又换了一种画风，柔媚一点，带点小女主那种自信。马在下面，她在上面，姿态一下就不一样了。靠着白马是温柔依偎，骑上去就是掌控感。摄影师懂镜头语言的，这种位置关系不是随便拍着玩的，而是这个细节挺耐人寻味。你看啊，黑裙那套是偏冷感线条的耳饰，白裙就换成更轻盈一点的，粉裙则偏闪偏柔。就是这种看似不经意的小东西，在镜头里会悄悄告诉你，他在切换角色，不是同一张脸硬撑三种风格，而是有意识在用饰品把人物状态分层。话说回来，娱乐圈为什么这么爱玩氛围感大片？我就纳闷了，以前明星拍写真，重点是美不美、身材好不好，现在变成故事感够不够、气质有没被打出来。这背后还是审美环境变了。短视频时代，单纯好看早就不够卖了，大家刷多了滤镜美女，审美阈值被抬得老高。你想啊，现在平台上随便一个博主，手机一架，滤镜一套，颜值就能打个80分。那明星要是还停留在标准美人照，观众很容易就一句话，路人也能拍。所以他们开始拼气味，就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，但你觉得它有点不一样的感觉。李一桐这组片子挺典型的踩在这个点上，渐变蓝背景做的是空灵加疏离，黑长直微风一吹做的是清冷加距离感，白马、碎花、粉缎面裙，再往里添一点温柔加柔媚。它在不同风格间切换，但都绕不开一个词：柔。她本身长相就不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脸，不是御姐艳女，更多是清甜加恬静。这几年她演的角色也大多是这种路线，乖、干净，有点小倔强。大片里她没有硬往狠御风那边拐，而是把柔美打磨得更细一点，我觉得还算挺聪明的。但说句实话，这种梦幻大片看多了，我也老想问一句，这到底是在拍人，还是在拍人设？渐变蓝、白马、飘裙、光影，一切都很美。可他本人真实的情绪在哪儿？是他在演一个梦，还是在被团队摆成一个梦的样子？圈内有摄影师跟我吐槽过，说现在不少明星大片现场流程跟流水线一样，造型师先定大方向，今年流行清冷氛围感，那就蓝色调、线条背景、自然妆。
公关团队再加2句，要突出她温柔又独立、疏离但不冷漠。最后演员站到机位上，照着几个设定好的动作走一遍，出片一看，没毛病，就是有点谁都能这样拍。这话听着扎心，但挺真实。你看这组图，技术上没什么可挑的，构图稳定，光线漂亮，细节到位。问题是，一旦你把 logo 遮住，把脸糊掉，只看背景加造型，你会不会有点分不清这是哪个女明星？氛围感做得太统一，人物儿就容易被冲淡。而我又不得不承认，观众也挺矛盾，一边吐槽氛围感流水线，一边看到好看的氛围图，还是会点个赞，存个图当壁纸。平台算法更现实，数据好看，类似风格就会被复制。对明星来说，这就是一个看得见的安全区，拍成这样，起码不会翻车。李一桐的优势在于，她的柔不是那种用力过猛的娇气，而是有一点冷静在里面。黑裙那几张，她眼神不贴脸，不讨好，带点距离感，这种距离感会让人愿意多看2眼。白裙靠马那几张，她没有演成甜宠女主，而是有点像在发呆，这种发呆反而真实一点。我挺在意她头发那个细节，黑长直被风一吹，很多女明星会下意识去抓一下头发，整理一下，她却任由它有点乱，配合那种微微抬头或者侧脸的状态，整个人不那么精致，反而有一点随意。现在大家对太整齐的美，其实有点疲劳，略微的凌乱感会让人觉得这人没那么端着。再说白马，白马在国内娱乐工业里是个特别危险的道具，用不好就会拍出土豪婚纱照那种效果，老气又俗气。但这组片子里，马没有被打得特别亮，反而有点融在背景里，更像是场景的一部分。而不是看我骑马呢的炫耀，这个克制挺重要的，要不然分分钟变成乡村影楼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梦幻大片背后，其实映射的是很多普通女孩的审美投射。你看评论区，总有人说好像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，这才是女生的梦中情景。说到底，大家现实生活里压力太大了，工作、房租、通勤。一天到晚被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，所以看到这种不沾烟火气的画面，会本能想逃进去待会儿。我身边不少女孩，手机相册里存着一堆这种氛围感女明星图，说是等哪天有钱了，我也要拍一组。我听着就乐，你说真有那天，她敢不敢放下手机，别管自己的斜方肌、法令纹，真在镜头前放松？氛围感不是滤镜给的，从人身上出来一点东西才行。而对李一桐来说，这组片子也有点悄悄自证的意味。她不算那种顶流挂的，资源起伏大家都看在眼里。现在这个阶段，她需要一个稳定、清晰的公众形象，不能今天御姐明天小作精，观众记不住人。用梦幻大片去强化温柔加清冷的标签，算是一种长期投资。我就纳闷了，有些人总爱酸这种大片，说装做作离现实太远。可话说回来，娱乐圈要是跟咱每天挤地铁一样接地气，那还叫娱乐圈吗？它本来就承担一部分造梦的功能，只是这个梦能不能少一点流水线，多一点个人味道。从这组片子里，我隐约能看到一点他自己的东西，不是那种我要征服世界的野心，而是我在这个梦里找个舒服的位置的那种小心思。他不抢镜头，也不抢眼球，就是安安静静在光影里待着，让画面自己说话。这种选择不轰烈，但挺符合他的人。说到底，氛围感这玩意儿，过2年也许就不流行了。潮水一退，滤镜一关，剩下的还是这个人。李一桐这次靠渐变蓝、白马、飘裙撑起了一个梦。我更好奇的
是他什么时候能拍一组完全不靠道具、不靠背景的近景照？素一点，狠一点，把那点藏着掖着的锋利感掏出来。到那时候，咱再坐在手机前翻白眼也好，夸一句真有劲也好，起码能说，这不是团队给他拼出来的梦，是他自己尝出来的气场，那才叫真有氛围，而不是只剩下氛围感。